乌克兰高超音速导弹实战速度接近5.2马赫，比德国金牛座还厉害。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新型弹道导弹萨普桑已投入实战。估计不少朋友觉得，不就是多了枚新导弹用来炸炸机场、弹药库，没啥大惊小怪的。但对乌克兰而言，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武器亮相，它背后折射出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的质变，其意义不亚于80万北约军出征俄罗斯。那么，这款磨了10几年的萨普桑真的这么强吗？它跟北约的战略导弹相比有哪些优势？又将如何改变俄乌战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俄军防空系统都在针对类似海王星、火烈鸟这种巡航导弹。这玩意儿特点是飞得低，依靠定位掩护突防，雷达不容易发现，但它的速度却较慢，没发现就算了，一旦被俄军抓住把柄，一拦一个准。但与普通巡航导弹不同，萨普桑完全是另一套战术逻辑。它采用了弹道抛物线原理，以极快的速度从天空落下。不要小看极快这2个字。根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这款乌克兰自研导弹最高飞行速度超过了5马赫，也就是6370公里每小时。这种速度下，估计俄军只有把超人请过来才能拦截。这就意味着俄军其苦心打造的防空系统完全失灵了。速度快也就算了，萨普桑的威力也很惊人，其战斗部重达480公斤，射程可达约482公里。从基辅发射萨普桑，可直达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奥廖尔州和沃洛涅日州。路上的军事重镇都在火力覆盖之下。随着乌克兰萨普桑弹道导弹投入实战，俄罗斯防空迎来至暗时刻。不过，对于乌克兰来说，萨普桑不是简单的弹道导弹，而是一张战略底牌。早在6月份，泽连斯基就在报告中宣布了萨普桑试射成功的消息。当时不少俄罗斯人还觉得没啥，不就是一枚导弹？他们先进的防空系统足以轻松拦下这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货色。殊不知，接下来几个月，他们将为这句话付出巨大的代价。关注火力军的朋友应该有印象，我们之前提到过不少神秘新闻，即过去的几个月里，俄罗斯后方的弹药库、指挥中心、油库接二连三地发生莫名其妙的大爆炸。俄军的防空系统像摆设一样，甚至连预警都没发出来，目标就已经化为灰烬。当时的俄罗斯国防部为了掩盖无能，习惯性的怒斥欧洲、美国，说是美国人授权乌克兰使用了 ATACMS 标准版，或是英国人通过风暴阴影搞的鬼。他们始终不愿意相信，这竟然是乌克兰自己干的。现在真相终于出来了。泽连斯基在12月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军正在使用萨普桑等导弹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原来，真正把俄军后勤线炸得瘫痪的，一直都是这个藏在暗处的萨普桑。泽连斯基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亮出这张底牌，本身就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战略欺诈。这种长期的信息迷雾，让俄军在战略判断上出现了致命的失误。他们一直盯着欧洲的援助清单，疯狂改进防空系统，却忽视了乌克兰本土正在疯狂生长的战争潜力。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导弹已经砸到了头上，防空系统也改了个寂寞。萨普桑同样是一张战力底牌，它简直就是为了拆解俄军防御体系量身定做的。首先是令人绝望的毁伤能力，就战斗部而言，萨普桑的重量甚至超过了德国的金牛座，重达480公斤的战斗部，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熟悉的美国 ATACMS 导弹最常见的版本战斗部才200多公斤，也就是说，一枚萨普桑的破坏力相当于2枚 ATACMS。对于俄军那引以为傲加固的堡垒、地下指挥所，或者是坚固的跨海大桥，这种当量的弹头基本都是一发入魂，不需要第2发，直接物理蒸发。这让俄军依托攻势固守的战术彻底变成了一坨。其次是萨普桑覆盖俄军命脉的射程，它的有效射程达到了482公里，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它比 ATACMS 的300公里多出了近200公里的杀伤半径。这意味着乌克兰可以在第聂伯河以西绝对安全的纵深腹地发射，而它的打击范围覆盖了俄罗斯境内，包括更深远的后勤枢纽集结地，甚至威胁到莫斯科周边的关键设施。这直接废掉了俄军依托300公里安全线建立的补给体系。在萨普桑面前，俄军的补给线都跟在裸奔差不多。最后是让 S-400失效的速度。萨普桑是正儿八经的战术弹道导弹，之前我们提过，其末端速度超过5马赫，这是高超音速的门槛，每秒钟飞行1700米。而俄军现有的防空雷达基本都服务于拦截巡航导弹，对他们而言，萨普桑就是一道根本抓不住的闪电，结局就只能等着被雷劈了。那么将萨普桑跟金牛座、风暴阴影与 ATACMS 这些成名已久的北约导弹比较，它的实力又排多少名？
德国总理莫茨一直把金牛座当成宝贝捂着，极度纠结要不要援助给乌克兰，理由是害怕战争升级，也怕技术泄露。确实，金牛座有个绝活，就是那个重达480公斤的梅菲斯特钻地弹头，专门用于炸桥炸掩体。但是由于设计初衷不一样，作为隐身导弹，金牛座靠的是飞得低和隐身涂层，就像刺客一样偷偷摸摸的去扎人。但别忘了，隐身导弹的飞行速度只能保持在亚音速区间，其飞行速度只有0.9马赫。萨普桑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路子。作为5马赫的弹道导弹，靠的是绝对的速度和重力高度，直接把俄军的防空网砸个稀巴烂。当然，这就让萨普桑不得不牺牲掉隐身性能。不过解决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饱和式打击。目前乌克兰正在推进萨普桑的量产计划，需要进攻俄本土时，可以将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作为先遣部队，分散俄军防空系统的注意力，消耗其昂贵的拦截导弹，随后请出萨普桑，注意不是1枚，而是多枚萨普桑，对核心目标开展密集的打击，俄系统根本就防不住。破坏力方面，虽然萨普桑的战斗部是480公斤，跟金牛座几乎一样，但它是从高空俯冲下来的。如果是炸大楼，金牛座是炸个洞，萨普桑是直接给它炸瘫了。除了金牛座，萨普桑跟英国的风暴阴影也有的一比。比起刚刚投入实战的萨普桑，风暴阴影战绩骇人。他之前率队炸毁了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性能方面，增程型风暴阴影射程达550公里，配备450公斤的钻地高爆战斗部，具备景象匹配制导和人工智能目标识别技术，这些都平行或超过了萨普桑的性能。但是这枚导弹也有点小小硬伤，作为空射型导弹，风暴阴影必须得靠飞机带。乌克兰现在的苏24本来没几架了，空军都得冒着被俄军战机截击的风险。例如2024年，俄罗斯国防部就宣称他们成功拦截了2枚风暴阴影导弹。另外，由于飞机的载弹量有限，一次只能带1-2枚。相比之下，萨普桑采用动力发射车发射，打完就跑，根本不需要依赖脆弱的机场，也不需要冒着飞行员牺牲的风险。还有陆基发射车的数量，理论上是可以无限造的，主打一个量大官爆。这样来看，萨普桑的战场效益要略胜于风暴阴影。实话实说，无论是金牛座还是风暴阴影，都属于巡航导弹，让弹道导弹萨普桑跟他们比较，多少有点胜之不武。那如果让萨普桑跟同类弹道导弹 ATACMS 比较呢？ATACMS 属于陆基弹道导弹，威力不凡，甚至是否让乌克兰使用导弹这事儿，美军就开了大大小小好几场军事会议才勉强同意。尽管如此，美国给乌克兰的 ATACMS 大部分都是早期型号，射程只有160公里，哪怕是300公里的型号，战斗部也严重缩水。为了增加射程，乌克兰只能将战斗部缩减到200多公斤。相比之下，萨普桑简直就是 ATACMS 的加强版，射程远了近2倍不说，威力也大了1倍。当然，对于乌克兰来说，最大的意义根本不是威力，而是使用权。如果美军授权乌克兰使用 ATACMS 标准版，肯定会附带一大堆条件，不能打俄罗斯本土，不能打莫斯科，每次发射还得跟白宫报备，这仗打得太憋屈了。对于时刻处于生存危机中的乌克兰来说，这种开火自由比什么先进技术都重要。萨普桑的出现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的打击力度强得有些过分。德国总理莫茨之前表态，德乌正在进行远程导弹本地化生产，当时就有人猜测这个导弹指的就是萨普桑。德国则为该导弹的制造提供技术支持，但在火力军看来，德国的帮助只是部分原因，造出这枚足以左右俄乌战局的护国重器的真正原因是乌克兰军工已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升级。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在俄军导弹的监视下，乌克兰是怎么造出如此先进的导弹？原因只有一个：乌克兰军工的大升级。在过去的战争中，俄军发射了超过数千枚导弹，乌军就只有一个扎波罗热的19导弹旅、24辆导弹发射车，导弹旅装备的还是苏联在70到80年代生产的原点铀战术导弹，数量只有120枚，最大射程70公里，误差150米。乌克兰弹道导弹力量完全没有办法看，与俄罗斯相差巨大。若是想要袭击俄罗斯纵深区，只能依靠大量无人机。战争初期，乌军无人机频繁袭击俄罗斯本土能源设施，但是远程无人机载弹量太低，大多数就只有数十公斤战斗部，无法有效攻击俄罗斯大型目标。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造成损伤，威力太低，无法彻底摧毁。俄罗斯却远远发射导弹打击乌克兰重要设施。但现在情况完全反过来了，俄罗斯高超音速神话破灭。
普京的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实战中被乌克兰用爱国者系统屡屡拦截，这证明俄罗斯吹嘘的尖端导弹技术并没有那么无敌。所谓的不可拦截更是笑话。至于 S-300、S-400 甚至 S-500，号称世界第一的防空系统都无法拦住乌克兰的无人机，这直接暴露了俄制雷达在探测低空小目标上的巨大短板。相比之下，乌克兰军工则在全面崛起。火烈鸟从设计构思到实战部署仅用9个月。这款6米长的导弹看似简陋，非折叠弹翼加外置发动机的设计，甚至充满战时妥协，却藏着2大杀招：3000公里射程，让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俄腹地目标完全暴露；1吨重的高爆弹头足以摧毁加固型指挥中心或炼油厂核心设施。此外，基于苏联 Kh-35导弹改进的反舰导弹海王星，在俄乌战争初期就因击沉莫斯科号一战成名，但当时的海王星射程仅290公里，电子对抗能力薄弱，只能当作趁敌不备的利器。随后，乌克兰全方位升级军工技术，将其射程提升至1000公里，打击范围从海上延伸至沿海及内陆目标。萨普桑就更传奇了，其背靠乌克兰南方设计局，这是当年苏联洲际导弹的摇篮。俄罗斯现在很多的导弹技术，其实乌克兰这里都有一份模板，所以在技术方面上，乌克兰从来不怕俄罗斯。乌克兰的工程师把生产线搬到了地下和防空洞，甚至分散到了欧洲总部的法兰克福。在生存的压力下，他们爆发出了惊人的极限创新能力。经过10多年升级迭代，萨普桑已经跨过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那道坎，它不再是 PPT， 而是在批量下线。这个证明俄罗斯想要摧毁乌克兰的战争潜力纯属痴人说梦。乌克兰的军工不仅没死，相反在战火中发展得更强了。那么萨普桑又将如何改变俄乌战局？面对如此凶猛的萨普桑，俄罗斯引爆的 S-300、S-400防空系统表现如何呢？之前我们说过，这些防空系统拦金牛座与 ATACMS 都吃力，现在想要拦住萨普桑，当然更是痴人说梦。萨普桑的设计天生就是针对俄罗斯来的，它在飞行时不会走抛物线，相反像蛇一样做不规则的机动。而俄军的 S-400，它的火控逻辑依然是老旧的，面对这种高机动目标，它的雷达根本计算不出提前量，导弹发射出去往往是跟在萨普桑屁股后面吃灰。更让俄军绝望的是，乌克兰人现在的战斗素养已经北约化了，他们玩的是体系化攻击。首先生产大量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是美国的 ADM-160诱饵弹，把俄军的雷达屏幕晃花，诱骗 S-400开机开火。等俄军的防空导弹打空了，雷达过热了，萨普桑再以5马赫的速度从天而降，完成绝杀。面对这种高智商的打法，僵化的俄军防空部队只能一次次地看着自己的阵地变成火海。当然，萨普桑虽然强，但成长期却太短。而且因为追求快速量产，牺牲了一些打击性能，但这恰恰体现了乌克兰人的务实。在战争中，数量本身就是质量，能造出100枚不隐身的导弹，比造出1枚完美隐身的导弹更有价值。俄军现在也急了，之前还大规模出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一次生产萨普桑的导弹工厂。总的来说，萨普桑的问世已经成为俄乌战场上的一个重要变量。俄罗斯尝试利用远程火力优势，单方面打击乌克兰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你可以打我，但我也可以打你，而且我打得比你更准、更狠。莫斯科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不再是安全区，乌军可能随时可以用萨普桑搭配海王星、火烈鸟以及欧洲援助的导弹，共同构建起的全方位远程打击网，对其进行猛烈的打击。对此，火力军的观点一直没有变，只要战争没有结束，乌克兰的军工就会一直进化，直到进化成足以结束战争的程度。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萨普桑导弹还能在战场和战略上起到什么作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
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